你敢尝试吃猪肝吗？这个部位可能是你所不知道的致命杀手。猪身上有一些部位应该避免食用，例如猪脖子、猪肾、猪大肠等，因为它们可能含有大量细菌、病毒、寄生虫和毒素，对人体健康有严重危害。然而，你是否知道，其实猪身上还有一个部位，被誉为最毒的器官，那就是猪肝。你可能会感到惊讶，因为一般认为猪肝富含营养，可以补血、明目、健脾等，但这其中存在一个误解。尽管猪肝确实含有丰富的铁、维生素 C 等营养素，但它也是猪体中的重要解毒器官之一。那么，为什么它会被称为最毒的器官呢？举个爱吃猪肝的李先生的例子，他从小就喜欢吃妈妈做的红烧猪肝、醋溜猪肝等菜肴，认为猪肝不仅味道美味，还对身体有益。他常说，吃点猪肝能补血、补气，还能明目健脾，因此他几乎每周都会买几斤猪肝回家烹饪。然而李先生并不知道，他购买的猪肝并不安全。由于他居住在偏远地区，当地的养殖场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收益，经常将工业废料和农药残留的饲料混入猪的食物中，并滥用抗生素和激素以促进猪的生长和预防疾病。这些有害物质在猪体内代谢后，会残留在猪肝中，难以清除。李先生也没有注意到，他购买的猪肝表面出现了一些小白点或灰白色结节，实际上这是猪肝中的寄生虫或病变。这些寄生虫或病变不仅影响了猪肝的质量，还对人体造成危害。猪肝中常见的一种寄生虫是肝吸虫，它会在人体内寄生在胆管中，引起胆管炎、胆结石、胆管癌等严重疾病。李先生由于长期食用这些受污染的猪肝，导致他出现了一些异常的症状。他开始感到腹部不适、食欲下降、消化不良、皮肤黄染等。他以为只是一些小毛病，并未在意。然而有一天，他突然出现剧烈的腹痛，伴随发烧、恶心、呕吐等症状。他赶紧就医，结果令他大吃一惊，他患上了罕见的疾病——肝吸虫病。医生告诉他，肝吸虫病是由于食用了含有肝吸虫幼虫的动物内脏而引起的寄生虫感染性疾病，它会在人体内寄生在胆管中，造成胆管阻塞、纤维化等。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并发症，如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等。医生告诉李先生，他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需要尽快接受手术治疗，并服用抗寄生虫药物。李先生感到非常后悔和害怕，他没想到自己平时爱吃的猪肝竟然会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麻烦。他不禁问医生，我以后还能不能吃猪肝啊？医生摇了摇头，说，你最好以后不要再吃了，即使你想吃，也要谨慎选择来源可靠、质量合格的猪肝，并且要彻底清洗和高温烹煮，否则你可能会再次感染肝吸虫或其他有害物质。李先生听后感到非常遗憾，他想起自己从小到大所品尝过的各种美味的猪肝菜肴，内心充满不舍。但他也明白，为了自己的健康和安全，他必须放弃这个习惯。他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碰那个最毒的器官了。肝炎，最常见的肝脏感染。肝炎是指肝脏因各种原因而发炎的疾病，最常见的原因之一是食用含有肝炎病毒的食物或水，或者接触受肝炎病毒污染的物品或体液。根据不同的肝炎病毒类型，肝炎可以分为甲型、乙型、丙型等。其中，甲型肝炎和戊型肝炎通常是通过消化道传播的，而乙型、丙型和丁型肝炎则是通过血液或性接触传播的。肝炎的主要症状包括发烧、乏力、食欲减退、恶心、腹胀、腹泻、皮肤和眼睛发黄等。这些症状通常在感染后2到6周内出现，持续时间不一，有些人可能会自愈，有些人则可能会发展成慢性肝炎或肝硬化等并发症。治疗肝炎的方法主要是支持治疗，包括充足的水分和营养、适当休息、清淡饮食，避免饮酒和对肝脏有害的药物。同时，根据不同类型的肝炎，还可以使用抗病毒药物或免疫调节剂来抑制或清除肝脏中的病毒。预防也是治疗肝炎的重要手段，要注意饮食卫生和个人卫生，避免接触或食用受污染的食物或水，并通过接种相应的肝炎疫苗来预防。肝脓肿，最危险的肝脏感染。
肝脓肿是一种由细菌、真菌、寄生虫等微生物侵入肝脏而形成脓液的内部感染疾病，通常是由食用含有细菌或寄生虫的动物内脏或其他部位的感染扩散到肝脏所导致的。这是一种极为危险的感染性疾病，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导致败血症、休克、肝功能衰竭等危及生命的并发症。肝脓肿的主要症状包括发烧、寒战、右上腹部疼痛、压痛、肝脏肿大、黄疸等。这些症状通常在感染后1到4周内出现，持续时间不一，有些人可能会自愈，有些人可能会恶化。肝脓肿的诊断主要依赖血液检查、影像学检查和脓液培养等方法。治疗肝脓肿的方法主要包括抗感染治疗和引流治疗。抗感染治疗是指根据不同类型的微生物，给予相应的抗生素或抗真菌药物来杀灭或抑制微生物的生长。引流治疗是指通过手术或穿刺等方式，将肝脏内的脓液排出体外，减轻压力和刺激，促进愈合。同时，要保持水分和营养平衡，避免饮酒和服用对肝脏有害的药物。在预防方面，要注意饮食卫生和个人卫生，避免接触或食用受污染的食物或水，并及时治疗其他部位的感染。肝包虫病，最隐秘的肝脏感染。肝包虫病是一种由于食用了含有包虫幼虫的动物内脏而引起的寄生虫感染性疾病。包虫幼虫是绦虫的幼虫阶段，通常在犬类和其他食肉动物体内寄生，然后通过粪便或唾液等方式排放到环境中，再被牲畜或人类误食。一旦进入人体，包虫幼虫会进入血液循环，然后随机定植在各个器官中，形成包囊，其中肝脏是最常见的定植部位，占60%以上。肝包虫病的主要症状包括右上腹部不适、压痛、肝脏肿大、黄疸等。这些症状通常在感染后数月或数年后出现，持续时间不一，有些人可能无症状，有些人可能会出现并发症。治疗肝包虫病的方法主要包括手术治疗和药物治疗。手术治疗是通过切除或排空肝脏中的包囊来消除寄生虫的来源，药物治疗则是使用抗寄生虫药物来杀灭或抑制寄生虫的生长。同时，要保持水分和营养平衡，避免饮酒和服用对肝脏有害的药物。在预防方面，要注意饮食卫生和个人卫生，避免接触或食用受污染的食物或水，并定期给宠物驱虫。猪肝究竟该不该吃？你需要做出正确的选择。食用污染或感染的猪肝确实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完全避免食用猪肝呢？其实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在正常情况下，适量食用新鲜、前进、合格的猪肝对一般人来说通常是没有问题的。正常的猪肝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富含铁、维生素 A、维生素 C 等营养物质，对于一些有贫血、视力下降、免疫力低下等问题的人群有益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肆意食用猪肝，因为即使是正常的猪肝，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猪肝中含有较高的胆固醇和嘌呤，对于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等人群来说，过量食用可能会增加心脏血管和代谢性疾病的风险。此外，猪肝中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对于孕妇和儿童来说，过量摄取可能导致维生素 A 中毒，引起头痛、恶心、呕吐、皮肤前燥、脱发等症状，甚至影响胎儿的发育和儿童的生长。此外，药物残留和重金属等有害物质，不论对任何人都可能对肝脏和其他器官产生不良影响。因此，我们在食用猪肝时，应该选择来源可靠、质量合格的猪肝，避免购买或食用受污染或感染的猪肝。在食用前，应该仔细清洗并用高温烹调猪肝，以杀灭可能存在的细菌、病毒、寄生虫等微生物。摄入的量应该适量，一般每周不要超过2次，每次不要超过100克。同时，可以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或蔬菜，以促进铁的吸收和解毒。食用后，应该密切关注身体反应，如果出现任何不适的症状，应该及时就医检查。总之，猪肝是一种有利有弊的食物，我们在食用时，应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食品安全情况，做出明智的选择，不要盲目拒绝，
也不要盲目迷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享受到猪肝带来的营养和美味。你平常喜欢吃猪肝吗？如果有任何关于食品安全和食物选择的问题，请随时向我提问，我将竭尽所能提供信息和建议。